每個人在表達自己關於愛的看法的時候，一定是會把自己代入一下。我想我們經常會有很多人在想，這個愛情它到底是一種純粹的精神性的感情，還是只是一種肉體上的一種吸引？就像前幾天呢，我看到一個新聞啊，說有一個男的跟一個女的就在高鐵的站台上見了一面，那激動人心的一面，可能就持續了幾分鐘吧。後來這個女的就覺得男的是她的真命天子啊，男的就覺得这個女的是他心中的女神，就幾分鐘就定了，一見鍾情，這個也太猛了。後來這個女的居然就離婚了，為了這短暫的幾分鐘的對視，男的我不知道結婚沒有，反正兩人在一起啊，在一起，最後呢，可能也沒一年，兩人又離婚了。所以经常我們會在想，愛情它到底是一種什麼樣的東西？它難道是化學元素啊，利比多，還是某種稀奇古怪的酶把人撮合在一起？還是人一種純粹的自戀？還是一種情感折射？還是一種肉體的吸引？那我想呢，在柏拉圖的這個會影編中，幾位大佬都有精彩的這個討論。那大家注意啊，我給大家總結一下，培德洛認為愛讓我勇敢，包薩利亞認為愛是一種教師的愛，愛是屬天的愛，是靈魂的愛，是我在愛中我教育你。那第三種愛是醫生的愛，醫生的愛是一種節制的愛，是一種技術主義的愛。他說愛情使萬事萬物達到和諧狀態。那第三種是喜劇演員阿里斯托邦，他說愛情讓人變得完整啊，我們以前都是球形存在，现在被劈成兩半，所以我們一生都要找到另外一個球啊，最美好的球是陰陽球啊，所以男女之間的愛是最美好的。那第五個呢是阿加通，阿加通說愛是從滿溢之處流向匱乏之處。那最後蘇格拉底出現了，蘇格拉底說愛它是為了追求永恆的美本身。所以蘇格拉底啊，他並不同意前幾個人對於愛神的頌揚啊，他們覺得你們這些頌揚啊，根本就是為了頌揚而頌揚，在某種意義上，你們不是在頌揚愛神，你們在頌揚你自己啊！因為你阿加通嘛，你看你今天獲得9萬讚啊，你現在春風得意啊，所以你看誰都美好，因為你很滿嘛，你獲得了太多的東西嘛。你這個培德洛，你本來是感覺自己很弱啊，所以你不想讓別人看得你弱，那你就說愛讓你變得勇敢。所以呢，以至於啊，你們把很多不屬於愛神的東西強加於他之上，所以你們根本不是在討論愛，你們在某種意義上，你們就在秀自己的口才，你們就是在辯論啊，辯論呢也不關乎真理，就是口嗨了。所以批評呢這些人的頌詞不真誠之後，那蘇格拉底呢就開始用自己的方式來讚美愛神。那蘇格拉底首先問這個阿加通一個問題，他說愛神是不是愛一種東西？阿加通說對啊，他說既然愛神愛一種東西，那就意味着他是不是缺乏這種東西？阿加通馬上就被他的邏輯震驚了，他說對啊，我愛某種東西，那是不是代表着我缺這種東西？大家聽明白我的話沒有？我愛看書，因為我缺乏知識，所以我愛看書。我愛錢，為啥呀？我缺錢。所以馬上阿加通就不得不贊同蘇格拉底的邏輯，因為阿加通說啥呢？阿加通說愛神追求的是美的東西，那也就意味着愛神本身不是美，愛神本身它也缺乏美，它也缺乏良善。於是蘇格拉底馬上開始了他對愛神的讚美。蘇格拉底說啥呢？他說愛神啊是匱乏神和丰裕神之間的孩子，所以他兼具父母的這個特點。匱乏女神看到豐富的男神，然後兩個人在一起了，生了一個孩子啊，匱乏加豐裕。所以愛神呢，它處於中間這種狀態，既匱乏又豐裕，必朽和不朽中間的這樣一種狀態，既沒有智慧又不是特別有智慧，這無知和知中間的這樣一種狀態。他說神當然是美的了，但是愛神啊，它其實不是神，它是精靈，它是介於會死的凡人和不死的神之間的一種產物。這裡面他說了一個非常有趣的東西，他說無知的人是不會追求知識的。大家來品一品這句話對不對？
無知的人是不會追求知識的，有知識的那是神，他也不會追求知識，因為他已經有知識了啊。無知的人他無知啊，他也不需要追求知識。但是哪些人會追求知識呢？介於兩者之間的啊，無知和有知中間的這種狀態，豐裕和缺乏之間，必朽和不朽之間，無知和有知中間的這樣一種狀態，這是愛神。所以蘇格拉底首先說什麼呢？他說人們在追求愛的時候，美的東西並不是他的最終目的，他的最終目的呢，是在美的東西生育中繁衍。因為一個人一旦想擁有美好的東西，就一定會想要追求永恆，但是人又是必朽的，所以一個必朽的人如何來追求永恆？當我們看到美景的時候，看到絕美的風景的時候，我們總是想跟我們愛的人分享，我們覺得這一刻是如此的動人心魄，想跟你分享。我們在禮讚愛情的時候，我們一定會附加一個叫什麼海枯石爛，此情不渝。所以我們都想追求這樣一種永恆，就當我们看到美好的東西的時候，我們都希望這個美好的東西能夠永恆，但是人又不可能變得永恆，那怎麼辦呢？所以蘇格拉底說，為什麼人會有生育？因為生育正是人類通往永恆的這樣的一個途徑。因為凡人啊，我們這些凡夫俗子，通過生殖，我們試圖達到這樣一種永恆，但這其實並不是真正的永恆。所以在蘇格拉底看來，我們為什麼愛呢？我們愛是為了幫助人們去追逐永恆，我們在愛人身上能夠發現那種原初的美好，所以愛其實是讓我們去追尋美。所有人愛的都是美的源泉，我們通過愛去追求那永恆的美，那不變的美，那理念的美。蘇格拉底說完了，結果闖進了第7個人，然後他向大家講述了蘇格拉底的故事，在某種意義上是控訴了蘇格拉底。他說，我曾經用美色來勾引過蘇格拉底，想從蘇格拉底內換取智慧，但是蘇格拉底不為我的美色所動。阿爾基庇利亞說，蘇格拉底是我這一生中見過的我最愛的人，但是我在他面前，我感到自慚形穢。他說，我不止一次的希望蘇格拉底趕快死，因為只有他死了，我才不會羞愧，但是我又很害怕他死，因為他是我最欣賞、我最愛慕的人，我在他身上看到了我所期待的所有的美好，但是每當我看到在他身上我所看到的所有的美好，我自己就羞愧難當，因為我從來沒有愛過一個那麼美好的人，在他身上我所以看到我所有的卑劣，我所有的齷齪，我想變得和他一樣的好，但是我做不到，所以我希望他別出現在我面前，因為我一看到他我就自慚形穢。最後阿爾比亞德確實活成了他自己所厭惡的樣子，他背叛了雅典。所以呢，關於會影編的這樣的一本書，我有3個問題想給大家交流那第一個呢，就是靈魂和肉體哪個更重要？因為大家就會發現這6個人的發言，很多人是重視靈魂，但是輕視肉體至少前3個人都是很瞧不上肉體的這樣的一種情愛的，只是在第4個發言，那個喜劇演員，那個球理論圓球理論，你才會發現他沒有排斥肉體的結合，而他認為人跟人之間肉體的結合本身就是為了去尋找那種最初的圓滿狀態。而在蘇格拉底看來呢，蘇格拉底當然他也認為靈魂是高於肉體的，但是蘇格拉底並沒有貶低肉體。所以如果同學們看完會影編，可以看一下培德若篇。培德若篇說什麼呢？他說人的靈魂像一架馬車一樣是一個三角形，白馬、黑馬和騎手這是人的靈魂的三角形。白馬象徵着高尚的情操，黑馬象徵着肉體的慾望，同時還是有一個靈魂的騎手。那請大家注意，這裡面的黑馬、白馬和騎手，不是白馬始終抑制着黑馬，是一個騎手駕駛着2匹馬，它是三角形，3股力量，一個騎手，一個白馬，一個黑馬。用通俗的講授就說，黑馬象徵着感性，白馬象徵着理性，
但是人這一輩子不是靠理性去降服感性，也不是靠感性去降服理性，是有一個騎手在駕馭着這兩匹馬車，希望這兩匹馬車能夠同步，能夠同行。這三股力量是缺一不可的啊！如果大家看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馬佐夫兄弟》，我想他也從這裡面吸取了無窮的靈感。卡拉馬佐夫三兄弟，一個是黑馬，一個是白馬，一個可能就是騎手。所以大家就會發現，在蘇格拉底看來，他認為肉體慾望的滿足並不是毫無意義的，肉體慾望的滿足是有意義的，但是所有肉體慾望的滿足啊，都是為了靈魂更高的追求。就像我之前所說的，我們有低級享受和高級享受。低级享受並不代表着沒有意義，每天吃喝拉撒沒意義嗎？你說吃喝拉撒沒有意義，你太矯情了，因為我們要吃要喝，對吧？人有食欲有性欲，這都很美好，但是我們不能沉浸於這些基本的欲望，我們還有更高的追求。就是我通常所說的，當你朝天看，你不會忘了地下的美好，但是只是注目於地的話，你卻忘了天的美好。所以從這個意義上講，我們越是追求靈魂上的高級享受，我說過啊，讀蘇格拉底，看德雲社的相聲，其實都很好，但是有一種好，它可能是更高級的好，因為它代表着人性的尊嚴。那我們越是追求這種靈魂的高貴，你會發現你可能對肉體的這種滿足，它更有一種感恩。所以它是一種很平衡的觀點，不要为了追求靈魂的愛而貶低肉體的愛，而不要認為只有肉體的愛而瞧不上靈魂的愛，認為靈魂的愛都在騙人，這都是兩個極端。蘇格拉底是一種平衡的論者，他認為我們所有肉體的愛都是一種扶級而上的階梯式的愛，我們是要追求更高級的愛，我們要向往愛的本身。但是我們在爬樓梯的時候，並不代表着低級的愛是沒有意義的。我剛才有朋友請我吃了一頓飯，我吃了鹽焗雞，因為今天冬至嘛，吃了好幾個很好吃的菜，只是因為今天要給大家做講座，所以沒有喝點酒。其實如果當才好菜好酒我吃了，我會覺得很感恩我會覺得這一切都非常非常的美好。但是這不代表着我每天就想着吃好吃的，每天唯一的人生目標就是為了吃好吃的。我吃這些東西，我充滿着感恩，但是這是讓我扶級而上，能夠有更高的追求。所以大家吃一頓美食要開開心心的吃，喝一杯美酒要開開心心的喝，看一場好電影要開開心心的看，因為這些都不能視之為錯。舉目望天不會失去地上的美好，但是只是注目於地上，你永遠不知道天有多麼的美好。所以喝酒吃肉沒什麼錯，只是你不要沉迷於黑馬的享受，因為我們還有一個白馬，還有一個靈魂的騎手，這個三角形呢才是一個穩定的三角形。所以從這個意義上講，雖然很多人都認為在古希臘人看來靈魂是高於肉體的，但肉體並不是一個牢籠，肉體並不是邪惡的，肉體並不是罪惡的。如果肉體是罪惡的，那就沒有你了嘛。但是人所有的肉體的滿足都是為了更好的去追求靈魂。所以我們的理智需要情感的節制，我們的情感也需要理智的限縮。那大家知道蘇格拉底呢他從那個女先知中有一個非常偉大的講述，叫愛的階梯。什麼叫做愛的階梯呢？他說，當我們爬上了情欲的階梯，我們從被愛人的美麗外表吸引，轉向愛人的心靈之美，然後再擴展到培育這種心靈的社會世界，進而思考法律和體制之美，進而更廣泛的知識和教育之美。我們愛上了對方，我們為什麼愛上了對方？說白了，可能就是對方長得好看，你饞對方的身子，但是你愛上了他之後，慢慢的這種肉體的吸引會讓你往上爬，往上爬，往上爬，會有知識的吸引，會有心性的吸引，會有音樂的吸引，會有靈魂的相吸，它是讓你扶級而上的。如果你只是沉溺於這種肉體的愛，有一天你會厭倦的，所以有一天你一定會成為海王的。因為肉體的愛是很容易滿足的，你在他身上得到肉體的滿足，厭了，你就會找到另外一個肉體的滿足，又厭了，又會不斷的去尋找，不斷的去尋找，不斷的去尋找。但是真正的愛一定是最初是一種肉體的吸引，最後因為這種肉體的吸引有更高的情感追求。
我們有共同的追求，我們愛看書，我們愛看電影，我們討論哲學，我們討論羅老師的羅翔說刑法，最後我們討論社會公益，最後我們討論更多的東西。所以在這個上升和擴展的整個經歷中，我們要不斷的往巔峰去爬。當我們到達了巔峰，我們就能夠看到靈光一現，甚至終極啟示，我們看到山巔的陽光。所以這第一個問題，肉體和靈魂哪個更重要？不能夠因為肉體而貶斥靈魂，也不能因為靈魂而貶斥肉體。我們所有肉體的享受都是為了追求靈魂的愛。那第二呢，是自足与缺乏。你看阿加通說啥？阿加通说我是自足的，所以我的愛会流出去。但是你会发现每個人其實都是缺啥補啥，因為阿加通嘛，在當時的社會角色中是屬於 be lover 這一方，是接受愛的這一方，所以人們就會覺得他缺呀，結果他自己說我其實不缺人們常常都通過語言來掩飾自己的缺乏，但是在某種意義上，我們一定是因為缺乏，我們才會愛。所以這裡面有一個非常偉大的一種教導因為他說所有的神靈都不需要智慧，因為他們已經智慧了，但是無知的人也不會從事愛智慧的活動，因為他並不希望自己變得智慧。因為無知的毛病就在於，儘管我不好，我不明白道理，但是我覺得我已經足夠了。儘管我蠢得不得了，但是我覺得我已經很聰明了。儘管我什麼書都沒有看，但是我就是說，你看這書幹嘛呀？儘管我聽都沒聽過蘇格拉底，還說你為什麼老提蘇格拉底啊？你為什麼不能提孔子啊？但其實孔子的書他也沒看過。所以呢，真正有追求的人是介於兩者之間，就是我們這種人。我們承認自己的無知，但是我們又向往智慧，所以我們一心朝着智慧扶擊而上。我們對於智慧永遠是缺乏的，所以你就會發現在所有人的討論中，只有一個人不裝，其他人所有人都在裝，只有蘇格拉底不裝。蘇格拉底說，我就是缺乏的，我承認我沒有智慧，所以我不斷的在追求智慧。但還有一個很有趣的問題，就是抽象跟具象的問題。因为在蘇格拉底的邏輯中他說我們為什麼要愛呢？因為我們在愛人中看到了我們自己，看到了我們最美好的地方。正如阿爾基比德在蘇格拉底身上看到了他所愛的全部美好，他想變得跟蘇格拉底一樣的美好，見賢思齊嘛。所以很多人說，這是不是把對方當成了一個工具人？也就是說，我愛上了一個人，並不是因為他獨特，而是因為他身上有一股吸引我的氣質。但是這股氣質也許放在張三身上也有，放在李四身上也有，放在王二麻子身上也有。那如果王二麻子身上也有這股氣質，那是不是我也會愛上他呢？我僅僅在人群中看了你一眼，我就愛上你了，因為你身上有一股氣質是我所喜歡的。但如果你在高鐵上看到另外一個人，他身上也有那股氣質，你是不是也會愛上他呢？明天你在地鐵上又看到一個人身上又有這股氣質，你是不是也會愛上他呢？所以愛到底是對具體人的愛，還是對抽象理念中的愛？那很多人可能會說，蘇格拉底的愛是一種抽象式的愛，他愛的是理念，而不愛具體的人本身。但是我覺得呢，這可能是對蘇格拉底的一種誤讀因為蘇格拉底說什麼？蘇格拉底說，我們這一生的學習都是為了回憶，我們這一生的學習都是為了回憶。這是蘇格拉底的一個非常有趣的教導。他說我們每個人都是有出廠裝置的，我們的出廠裝置讓我們可以學習，我們所有的學習都是為了回憶我們前世的美好。因為蘇格拉底認為靈魂是永恆的呀，所以我們是在回憶我們前世的美好。因為在愛情中，我們能夠在愛人身上回憶我們原初的美好，我們靈魂的完美無缺。我們在愛人身上看到了自己，我們不僅僅是看到了現在的自己，我們也看到過去的自己，就是過去我們靈魂的美好。同時我們看到了將來的自己，我們希望我們變得美好的那個樣子。所以在某種意義上，我們在愛人身上放棄了自我，又發現了自我。所以在某種意義上，我們的自戀它不是認為我好，很多時候你的自戀是認為你好，你會自戀。因為我現在的自戀不是對現在階段的自戀，我是对我現在階段不滿足。我愛上了他，因為他誠實，他正直，他勇敢。我喜歡這種誠實、正直和勇敢。我為什麼喜歡這種誠實、正直和勇敢？因為我回憶起
我原初狀態是誠實、正直和勇敢的，但是在成長過程中，我丟掉了這些誠實、正直和勇敢。現在我在一個人身上，我又看到了誠實、正直和勇敢，所以我希望我將來能夠變得誠實、正直和勇敢。所以這就是為什麼最後的第7個人阿爾基比亞德，他在蘇格拉底身上看到了他原初的美好，他現在的匱乏，他將來的美好，所以他羞愧難當了。但遺憾的是，他最終沒追上，他活成了自己厭惡的狀態，因為他最後背叛雅典。就當你看到了一個最美好的狀態，但是你卻發現這個美好的狀態離你卻如此的遙遠。所以我經常在想，阿爾基比亞德的背叛，正是因為阿爾基比亞德的背叛導致蘇格拉底受勝。因為人們說蘇格拉底敗壞年輕人，他敗壞的一個重要年輕人就是阿爾基比亞德。但是我覺得這本書中有一個很重要的問題，我一直在思考。我們在蘇格拉底身上看到了美好，但是他的美好讓我羞愧難當，我做不到。那人生如何能夠跨越這個人生最大的鴻溝呢？知道和做到。所以上次在讀書會的時候，我給學生說了這樣一段話，我說很少有哪個詞彙像愛一樣被庸俗對待，但是愛是可以承載真正的嚴肅和崇高。我們愛，因為我們匱乏；我們愛，因為我們希望超越每日的錙銖必較。在愛中，我們放棄了自我，我們發現了自我，我們希望重塑我們的自我。所以整個會影邊它提醒我們，肉體的愛當然是有意義的，但人不要沉溺於肉體的爱，人要扶己而上，去追求靈魂的爱，去追求更美好的爱。因為我們要回憶起我們失落的美好，我們就可以告別我們當下的平庸苟且。我們要攀登美善的階梯，一步一步往上爬，這樣我們才能夠達到一種愛的升華，我們才能在一個具體的人中去發現我們對於所有人美好的期待。就是這種抽象的愛，因為具體的人，我們在他身上看到了我們想看到的樣子，我們希望变得美好。當我們变得美好的時候，我們又會和這個具體的人，在這個具體的人身上，我們又會經營我們的美好。